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同学。今天一早就出现在了南投水里，想想就知道我应该又是要往山上跑了。继上次带朋友去爬了合欢山的2座百岳后，过了没多久，又要再次骑车去到合欢山了。虽然是一样的地方，但这次却是带着不同的人。这次一同出游的人员是我的老爸，而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老爸一起骑车出门过夜的旅行。也不知道过程中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但在这趟旅行开始前，我还是挺期待的。那因为那时候是花季的关系，一路上的车流也是挺繁忙的，加上还有施工，所以速度并不算太快，就一路沿着缓慢的车流来到了清境。那因为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东西吃，我们就决定在清境这里买些东西上去。看着店家的菜单，思考着要吃些什么，因为在想等等可能还要爬山走走路，感觉也不能吃太饱，所以就和老爸一起犯起了选择困难症。这比较单纯。最后，在我和老爸的激烈讨论过后，决定买了2个竹筒饭。我想可能是觉得用竹子装饭很高级吧。应该是买晒啦。那在上山前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油加满。而在前往合欢山最后的加油站，就是这间中油纳鲁湾站。我想许多前往合欢山或武岭的朋友，对这间中油一定并不陌生啦，因为它可能也曾解救了那个油量见底的你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想掉卡的话，还是在上山前乖乖的把油加满吧。离开清境后，其实一路都蛮畅通的。如果是骑机车上来，会车基本上也都是小问题。而沿路上还可以看到当时还在盛开的高山杜鹃。沿着合欢山公路，一边欣赏着高山杜鹃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骑车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穿个外套啊，穿厚的外套啊。这个时候找了个可以停车的位置，想说穿个外套，避免等等到上面的时候太冷。结果没想到看到后方的风景，觉得超美，一整个把要穿外套的事情给忘记了，所以就很高兴的拍完了照后，又原装的上路了。虽然忘记穿了外套，但看到合欢山公路壮观的风景，好像也忘记了要觉得冷。蓝天白云和壮阔的高山，好像这趟旅行所想看见的元素都一次凑齐了。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也终于抵达了台湾公路的最高点武岭。不过，因为考虑到后续行程的关系，我们决定没有要在武岭多做停留，选择翻过山头前往位在后方的合欢山游客中心。
那合欢山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小优点，是机车停车是不用收费的，只需要从一旁的护栏小心的骑进去，就可以挑个好位置停车啦。苍蝇啊！吃完了中餐的竹筒饭，就来到了这个新盖好的观景台。而从这里看出去的视野真的很不错，可以看到一旁的松雪楼以及远方耸立的奇来山。那我们既然都骑车来到合欢山了，想当然应该要去爬爬山吧。于是我们便骑着机车继续往后方前进，来去爬合欢群峰中最轻松简单，也是路线长度最短的一座百岳石门山。再往后大约500公尺，便可以在左侧看到一个停车场。不过这边汽车车位也是一位难求，所以想要停在这里，真的要碰碰运气。但机车因为车身小，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停在里面，找一个不会影响动线的位置停下来。那这里就是合欢尖山下来，反正我们不一定要爬完了，反正走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是百岳啊，石门山。这里，对啊，石门山入口。我上次来就没有走。对啊，因为那一次就主要是要看日出而已，没有爬。对，所以我没有走过。但这一个算很简单的啦。对啊。要开始爬石门山前，其实还有点担心老爸的状态。不过走的时候发现他都能跟上我的脚步，还能跟我聊天，看这样的感觉，应该也不怎么需要担心他了吧。这个算百岳好走的，可以上来轻松走。那上面那个牌子那边就到了。总共700啊，700公尺。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，终于登顶了石门山。而且让我惊讶的是，我们竟然只花了16分钟就到了，比网络上说的20到30分钟还要快了一点。真的不得不佩服我那一年过半百的老爸，完全不输我这个少年啊！三角点。叮。
这座石门山长度大约 1.4 公里，累积爬升大约100公尺左右，登顶只需要大概20-30分钟，绝对是合欢群峰中最和蔼可亲的一座山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在骑行的旅程中解锁一些特别的成就和回忆，不妨来到石门山走走吧。那下一集我们将接往中横公路，去到那位在中央山脉深山里的里山，并去到了种了超多花的福寿山农场以及天池。而在最后下山途中，竟然还遇到了史诗级的夕阳美景。所以，如果你好奇下一集离山会有什么样的内容，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啦！我是赖同学，我们下集离山见。